调暗灯光，裹紧被子。今晚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罗布泊，那里的夜风不仅冷，而且透着骨子里的荒凉。故事的主角是丝绸之路上最神秘的幽灵楼兰。提起楼兰，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书本里的一个名字，但你知道吗？这座曾经掌控东西方咽喉的黄金之城，竟在公元4世纪的某个夜晚，突然被按下了静音键。整整2万多人的繁华都市，没有逃难记录，没有战争惨叫，就这样凭空消失在罗布泊的无人区里。现在的罗布泊被称为死亡之海，这里是亚洲最干旱的中心，只有被封蚀成骷髅形状的雅丹土丘。每当狂风穿过孔洞，发出的声音不像风，倒像几万个幽灵在耳边低语。但最诡异之处在于，就在这片连鬼都不愿待的荒原中心，1600年前曾流动着西域最昂贵的水波。这里水草丰美，养育着2万多人，是整个东西方文明最拥挤的十字路口。汉朝的丝绸，罗马的玻璃，波斯的地毯，每日如流水般经过。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力量能让一个天堂在一夜之间变成地狱？不是战争，也非瘟疫，它更像一场精密而冷酷的自然清算。那个看不见的对手，只是冷静地看着楼兰起高楼，宴宾客，然后在一个风沙漫天的夜晚，轻轻切断了这座城市的命脉，繁华戛然而止。李白写诗怀念他，探险家疯狂寻找他，但他就像从地图上被硬生生抠掉，只留下一个空洞的谜。直到一把被遗忘的铁铲无意中敲开了这个幽灵的家门，让我们深吸一口气，回到1900年那个春天，去看看楼兰被惊醒的瞬间。如果说楼兰的消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密室逃脱，那么它的重现绝对是历史跟人类开的一个最荒谬的玩笑。把日历翻到1900年3月28日，对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说，这原本是他站在死神面前排队领号的日子。他和他的探险队正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进行一场近乎自杀式的穿越。哪怕你没去过沙漠，你也应该听过塔克拉玛干这个名字。在维吾尔语里，它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这里是地球上最接近地狱的地方之一。斯文·赫定的队伍此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水袋空了，骆驼开始口吐白沫，向导们的嘴唇干裂得像戈壁滩上的裂缝。在那个绝望的时刻，斯文·赫定脑子里想的绝对不是什么发现古文明，更不是什么名垂青史。他想的只有一件事：水，给我一杯水，我愿意拿全世界的荣誉来换。为了活命，他们决定在一片看似干涸的河床边进行最后一次尝试，挖一口井。这是一种赌博，赌注是全队人的性命。就在大家为了活命忙得焦头烂额，准备动工的时候，一个让人血压飙升的意外发生了。向导奥尔德克突然脸色惨白地发现，铁铲不见了。那是全队唯一的一把铁铲。在平时丢了一把铲子可能只是挨顿骂，但在沙漠绝境里，没有铲子就意味着没法挖水，没法挖水就等于所有人都要在这里变成干尸。你想想那个场面，奥尔德克当时的心情估计比上坟还沉重。没办法，为了全队能活下去，他必须回去找那把铲子。他只能硬着头皮，顶着狂风，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他绝对想不到，这一回头，捡回来的不只是一把铁铲，而是一个震惊了全世界的秘密。那一天的罗布泊天气极度恶劣，狂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能见度极低，天地间一片昏黄，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拒绝人类的进入。奥尔德克在风沙里艰难地挪动着步子，每走一步都要跟狂风搏斗。就在他终于摸到那把该死的铲子，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一件极度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风突然停了，
更准确地说，是风向变了。那一阵肆虐了整整一天的狂风，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在发泄完最后的怒火后，猛地把覆盖在地表的一层厚厚的黄沙像揭开桌布一样哗啦一下掀开了一角。这一掀，把那个藏了1600年的秘密赤裸裸地暴露在了月光下。奥尔德克愣住了，他揉了揉满是沙尘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在他面前的沙丘之间，不再是单调的黄沙，而是一些巨大的黑乎乎的影子，直愣愣地插在沙地里。在清冷的月光照射下，这些影子投射出狰狞而奇怪的形状。他大着胆子走近几步，伸手一摸，是木头，但这绝不是沙漠里常见的枯死胡杨木。这木头上有着人工雕刻的痕迹，那是精美的忍冬纹，线条流畅的像昨天刚刻好的一样。木头的榫卯结构依然严丝合缝，甚至在某些断裂的木梁上还残留着红色的漆皮。再往旁边看，散落在地上的还有几枚铜钱，甚至还有半块没烂透的毛毡，随着微风轻轻摆动。那一瞬间，奥尔德克身上的汗毛全竖起来了。作为一个在沙漠里讨生活的人，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这里是罗布泊的中心，是连飞鸟都不敢路过的死亡之海。这满地的雕花木梁，散落的钱币，在告诉他，这里曾经有人，而且不是几个迷路的旅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不是临时的帐篷，而是固定的。宏大的城市，他不是撞鬼了，他是撞进了一座城。奥尔德克捡起一块木板，发疯一样往回跑。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斯文、赫定。当斯文、赫定看到这块木板时，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探险家瞬间忘记了口渴。他看着木板上的花纹，那是一种典型的希腊化风格与中国汉代风格的结合体。他的手在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兴奋。作为一名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脑子里那张残缺的亚洲地图在这一刻突然被点亮了。他意识到自己脚下踩着的就是那个在史书里突然断片，让无数帝王将相找疯了的楼兰。想想看，这是多么令人战栗的宿命感。楼兰，这个丝绸之路上最耀眼的明珠，自从公元4世纪神秘消失后，就彻底玩起了失踪。在这1600年里，无数人试图寻找它。唐朝的军队路过这里，没找到；玄奘法师路过这里，只看到一片荒芜；清朝的官员路过这里，只留下了几句叹息。他躲过了战乱，躲过了盗墓贼，躲过了时间的追捕。他把自己深深地埋在几米厚的流沙之下，像一个入定的老僧，在黑暗中静静地观察着世界的变迁。他本可以继续藏下去，藏到地老天荒，但是历史是有回旋镖的。当年的楼兰人因为贪婪和短视透支了这里的环境，被迫弃城而逃。1600年后，一个瑞典人带着一支快要渴死的队伍闯了进来，而那个让他发现楼兰的契机，竟然仅仅是因为一把被遗忘的铁铲。斯文·赫定在日记里写道：“这是沙漠对我的奖赏。”不，赫定先生，你错了，这不是奖赏，这是召唤。斯文·赫定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奖赏的背后藏着多么巨大的悲剧。他此时看到的只是满地的文物和木头，他还没有意识到，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都记录着一个文明是如何在欲望和自然的夹缝中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这把铁铲挖出来的不只是一座古城，更是一部关于人类生存的启示录。那一夜，罗布泊的风停了，但在历史的维度里，一场更大的风暴才刚刚开始刮起。接下来，我们将走进这座被唤醒的城市，去见一见这里真正的主人。别害怕，
她虽然已经躺了3800年，但她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如果说斯文·赫定挖出的那些木头和铜钱只是楼兰留下的遗产，那么接下来这片沙海吐出来的东西，才是这个古国真正的魂魄。在楼兰的这片废墟之下，埋藏着一种比黄金更稀有、比城墙更坚固的东西，那就是时间停止的魔法。我们都知道，人死如灯灭，肉生化尘土，这是大自然最铁面无私的定律。不管你生前是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只要埋进土里，不出几十年就是一堆白骨。哪怕是当年权倾天下的司马懿，如今也不过是洛阳城外的一堆黄土。但在罗布泊，这个定律失效了。这里的风太干，沙太热，它们像一台巨大而精密的烘干机，极其粗暴，却又极其高效地把生命最鲜活的样子强行锁住了。于是，我们见到了那个震惊世界的女人楼兰美女。请注意，我说的美女不是为了博眼球的形容词，而是一个客观事实。当考古学家的小毛刷轻轻扫去她脸上最后一层浮沙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那种感觉不像是面对一具尸体，而像是打扰了一位正在午睡的邻家姑娘。她已经在那里躺了整整3800年。3800年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中原还在夏朝的传说里挣扎，金字塔刚刚堆好没多久，而他就已经在这里闭上了眼睛。在这漫长的近4000年里，外面的世界翻了天，匈奴来了又走了，汉朝兴了又亡了，无数的军队在他的头顶上厮杀，无数的商队在他的身边经过。可是他呢？他就连睫毛都没有乱一根。这就是罗布泊最诡异也最迷人的地方。他拿走了生命，却留住了容颜。让我们凑近一点，再近一点，仔细看看他。这不是恐怖片，这是一场跨越1000年的对视。他不像我们印象中的古代中国人，他的眼窝很深，鼻梁高挺，下巴尖翘，那一头亚麻色的长发，即便过了几千年，依然带着一点光泽。如果你懂一点人类学，你会一眼看出这是一张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的脸。这也直接告诉了我们，早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东西方的人种就已经在这里相遇融合了。但最让人挪不开眼的是他的神态。很多干尸出土时，面部表情是狰狞的、痛苦的，因为死亡往往并不安详。但他不一样，他的双眼微微闭合，睫毛长而卷翘，甚至连眼睑上的细纹都清晰可见。他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那不是僵硬的肌肉牵拉，那是一种极度的平静，就好像他在闭眼的那一刻，正在做一个关于草原或者湖泊的好梦。看着他，你很难不去想象他活着时候的样子。在那个没有空调、没有护肤品，甚至连铁器都还没普及的年代，他是怎样生活的？请看他身上裹着的那块羊毛毯子，那不是现在的机器织品，那是粗糙的，甚至带着草屑的手工毛布。你可以想象，在3800年前的某个冬夜，他坐在篝火旁，用粗糙的双手一点点编织着这块毯子，毯子的边缘别着一根用骨头磨出来的别针，那根别针被打磨得非常光滑，甚至有些发亮，那是他无数次用手抚摸过的痕迹。再看他的脚，穿的是一双用兽皮缝制的短靴，虽然皮质已经干硬，但那一针一线的针脚依然整齐，甚至靴子里面还垫着一层厚厚的干草，那是为了保暖。还有一个细节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不适，但却无比真实。在显微镜下，考古学家在他的头发里发现了几只早已干死的虱子，还有他的肺部沉积了大量的黑色粉尘。别觉得恶心，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这几只狮子和肺里的沙尘瞬间把他从神坛上拉回了人间。他们告诉我们，这绝不是一个只存在于画里的仙女，这是一个在风沙里讨生活，会为了瘙痒而挠头，会为了生活而咳嗽的真实的女人。也许在3800年前的一个清晨，她也曾坐在罗布泊，那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巨大的咸水湖的岸边，用湖水梳洗这头亚麻色的长发。那时候的罗布泊，水鸟成群，芦苇荡漾，风里没有沙子的腥味，只有鱼腥味和野花的香气。命运就是这么爱开玩笑。那些曾经统治这里的国王、将军、英雄，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如今都变成了风里的沙粒，连名字都找不到了。而她，这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女人，却因为睡对了地方，因为这干燥的流沙战胜了所有大人物都战胜不了的敌人时间，就这样安静地躺着，用那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凝视着后来闯入这里的每一个人。斯文、赫定看着他，斯坦因看着他，现在我们也隔着屏幕看着他，看着他的嘴角，你甚至会觉得那一抹神秘的微笑，究竟是在笑沙漠的无情，还是在嘲笑我们对抗时间的徒劳？他仿佛在说，你们拼命想留住的，我已经拥有了，而你们现在拥有的繁华，终将和我一样归于尘土。这算不算是罗布泊给他的诅咒，还是最后的馈赠？当然，楼兰不只有他，在后来更深入的挖掘中，越来越多的楼兰人被发现了。有昂首挺胸的男尸，仿佛还在守卫领土；有蜷缩着的小孩，身边放着他生前的玩具。他们共同拼凑出了一个事实：这里不是鬼域，这里曾经是家园。这里的人爱吃烤饼，爱喝葡萄酒，他们会在陶罐上画上花纹，会在木头上雕刻出西方的天使和东方的龙。他们活得热气腾腾，活得用力且精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楼兰才不再是地图上一个干瘪的圆点，而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但是故事总有转折，看着这位安详的楼兰美女，你很难把她和后来那个充满阴谋、背叛、战争和绝望的楼兰古国联系起来。她属于楼兰的童年时代，那是这片土地最纯真、水草最丰美的时候。她如果能睁开眼，看看1600年后发生的事，她一定会心碎。因为在她死后的1000多年里，这片她深爱的绿洲将会变成整个丝绸之路上最拥挤、最繁华也最凶险的十字路口。无数的阴谋将在这里上演，无数的鲜血将在这里流淌。接下来，我们就将离开这片宁静的墓地，穿越到那个喧嚣的年代。让我们去看看当年的楼兰城到底繁华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史书上会说，只要控制了楼兰，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钱包？如果现在的罗布泊是地球上最安静的角落，连风经过都要垫着脚尖，那么在公元前2世纪，这里就是整个亚洲分贝最高、荷尔蒙最躁动的地方。我们要玩一次穿越，请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当你在脑海里再次睁开眼时，你不会看到黄沙，也不会听到风声，首先冲进你耳朵的是一阵铺天盖地的铃声。那是成百上千只骆驼脖子上的铜铃在震动，这声音不是一只两只，而是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的沙漠里涌来，汇聚在这个城门口。紧接着是嘈杂的人声，有粗犷的匈奴语在吼叫，有雅致的汉代官话在吟诵，有卷着舌头的粟特语在讨价还价，还有咱们现在根本听不懂的吐火罗语在窃窃私语。空气里不再是干燥的沙土味，而是混合着烤全羊滋滋冒油的焦香，西域葡萄发酵后的酸甜酒香，还有一股极其昂贵的从几千里外运来的印度香料味，甚至夹杂着骆驼的汗臭味和脂粉味。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味道，
这就是楼兰。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说地段，地段，还是地段。这个道理，楼兰人比谁都懂。楼兰之所以能从一个沙漠小城变成超级都市，不是因为楼兰人多勤劳，纯粹是因为老天爷赏饭吃。你看一眼地图就明白了。在塔克拉玛干这片巨大的死亡之海里，楼兰刚好卡在那个最关键的节点上。往东是强盛的大汉王朝，往西是罗马和波斯，往北是彪悍的匈奴。无论你是从长安出发，想去罗马卖丝绸的商队，还是想把西域的宝马运回中原的使节，你都绕不开这里。为什么绕不开？因为水。在这个几百公里不见人烟的无人区里，楼兰扼守着孔雀河的下游，那是方圆几百里内唯一的救命水。你不从这儿走，就得渴死。所以史书上给了楼兰一个极其精准的绰号——丝路咽喉。什么叫咽喉？就是掐住脖子。你咽下去的每一口饭，呼进去的每一口气，都得经过这里。这就好比在一条望不到头的高速公路上，楼兰是唯一的一个超级服务区。而且这个服务区里不仅有水、有饭、有旅馆，还有整个世界最顶级的奢侈品免税店。想象一下当年的场景：清晨，巨大的木质城门在绞盘的吱呀声中缓缓打开，从东边进来的是来自长安的商队，他们已经在沙漠里走了2个月，个个灰头土脸，胡子上挂满了白霜。但你看他们的眼神，那是发亮的，因为在他们骆驼背上那一捆捆不起眼的麻布包裹里，装的是比黄金还贵的丝绸，那是汉朝最顶级的云锦，轻得像云，滑得像水。在那个年代的西方人眼里，这东西简直就是魔法织出来的。而从西边城门进来的是高鼻深目的罗马商人，他们的皮囊里装的是晶莹剔透的琉璃，也就是玻璃。在汉朝人眼里，这种能看穿的宝石是只有神仙才配用的东西。这帮人在楼兰的街头相遇，一时间，丝绸的摩擦声、金币的撞击声、不同语言的争吵声汇成了一首欲望的交响曲。在这里，你能看到只有皇宫里才有的红底黑纹漆器被随意地摆在地摊上，上面写着元康5年的字样。你能看到来自阿富汗的深蓝色青金石被穿成串，挂在骆驼的脖子上当装饰。你甚至能看到汉朝的5铢钱和贵霜帝国的金币被放在同一个口袋里叮当作响。楼兰人即使什么都不干，光是坐在城门口收税、卖水、开客栈、做中介，就能富得流油。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榜一大哥，坐在世界的路口，看着各路英雄豪杰给他们刷火箭。后来的考古发掘给了我们一份令人啧舌的炫富清单。我们在废墟里挖出了地毯，那可不是普通的毯子，那是用最上等的羊毛编织的，花纹繁复到让你眼花，颜色鲜艳的像刚染好一样。这种工艺哪怕放到现在的手工地毯店里，也是镇店之宝。我们挖出了丝织品残片，上面绣着延年益寿的汉字，旁边却配着希腊风格的友谊天使。这种东西只有在楼兰能看见，这是东西方文明在这里结婚的证据。我们甚至还挖出了一张借条，上面记录的借贷金额大得吓人。这说明什么？说明这里不仅有贸易，还有成熟的金融。2000年前的楼兰人已经在玩借贷、玩汇率、玩期货了。在这个世界十字路口，没有人关心你是哪里人，大家只关心你口袋里有没有钱。那时候的楼兰就像现在的迪拜，它建立在沙子上，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荒原。但就在这荒原中心，它用金钱堆出了一座海市蜃楼。这里有酒池肉林，有夜夜笙歌。楼兰的贵族们穿着丝绸，喝着葡萄酒，用着漆器吃饭，睡着羊毛地毯。
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觉得这种好日子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这种极致的繁华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楼兰太富了，也太小了。他就像一个抱着金砖走在闹市区的3岁小孩，周围的那些彪形大汉匈奴，汉朝谁不想过来咬一口？谁不想把这个聚宝盆据为己有？更要命的是，这里的一切繁华都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地基上——孔雀河的水。此时此刻，在集市上大口喝酒、大把花钱的楼兰人看着眼前奔流不息的河水，觉得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觉得这条河会永远流淌，觉得各国的商队会永远络绎不绝。他们为了款待商旅，砍伐胡杨木烧烤，为了修建豪宅，挖掘河岸的泥土。他们不知道，他们每一次的挥霍，其实都是在透支这张信用卡的额度。这种靠着地理垄断得来的泼天富贵，就像刀尖上的蜜糖，甜是真甜，但只要局势稍微变一变，只要河水稍微偏一偏，这一座建立在流沙上的金库瞬间就会变成一座死墓。但在那个烈火烹油的盛世，没有人愿意去想这些丧气话，大家都在狂欢，都在享受着沙漠里唯一的奇迹。集市上的胡旋舞跳得正欢，舞女的裙摆旋转如风，酒肆里的猜拳声此起彼伏，输了的人豪爽地拍出一块金饼。然而，在这个喧嚣的集市角落里，也许正坐着一个冷眼的观察者。他可能戴着斗笠，压低了帽檐，他看着这流动的人群，看着这堆积如山的货物，眼神里没有羡慕，只有算计。他可能是汉朝派来的密探，正在计算楼兰的粮仓能撑几天，也可能是匈奴安插的眼线，正在观察城墙的防守漏洞。他们看着这只肥羊，心里盘算的不是生意，而是战争。楼兰王此时正坐在他那铺满波斯地毯的王宫里，听着窗外集市传来的欢闹声，嘴角挂着满足的微笑。他不知道，一张巨大的网正在从长安和单于亭2个方向同时向他撒来。接下来，我们就要从这个喧嚣的集市走向阴冷的朝堂。让我们去看看这个抱着金砖的3岁小孩是如何在2大帝国的夹缝中玩一场注定要输的走钢丝游戏。繁华落尽，杀机将至。我们现在从那个喧嚣的集市抽身出来，穿过几道森严的土坯高墙，走进楼兰王的宫殿。你会发现这里的空气温度似乎瞬间下降了好几度，外面的阳光越是刺眼，这里的阴影就越是深重。这里没有欢声笑语，甚至连侍女走路都踮着脚尖，生怕发出一点声响。因为坐在大殿正中央的那个楼兰王，此刻正处于一种极度的焦躁之中。为什么？因为他刚刚收到2份最后通牒，一份来自东边那个强大的大汉帝国，一份来自北边那个彪悍的匈奴汗国。2份信的内容虽然措辞不同，但核心意思只有一个：选我还是选死。这就是楼兰的宿命。在地图上，楼兰的位置太绝了，绝到成了一种原罪。它就像是一个被夹在2个巨人家门口的小卖部。汉朝的巨人要出门做生意，得经过这儿；匈奴的巨人要南下打劫，也得经过这儿。这2个巨人常年打架，打累了就要找地方歇脚，找水喝。楼兰给谁水喝，就是得罪了另一个。这就是弱国的生存哲学。你的地理位置越重要，你的命就越贱。楼兰王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个国王，更像一个卑微的端水大师。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不是关心今天吃什么，而是关心今天的风往哪边吹。如果汉朝的使节来了，他得赶紧换上汉服，说几句蹩脚的万岁，送上粮食和向导。如果匈奴的骑兵来了，他又得赶紧换上皮袄，送上牛羊和美酒，甚至还得帮着匈奴去监视汉朝的动向。
这种日子哪里是当国王，分明是在走钢丝，脚下是万丈深渊。手里端的这碗水，哪怕洒出来一滴，都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为了活命，为了让这碗水端平，楼兰王不得不做出一件全天下父亲最不愿意做的事，分期下注。在现代职场，我们叫它风险对冲；在古代政治里，这叫质子。他不得不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当成筹码，分别压在2桌赌桌上。他把大儿子送到长安，那个孩子脱下胡服，穿上宽袍大袖，每天在未央宫里学着焚香弹琴，读着诗经，学着怎么当一个大汉的顺臣，名为留学生，实为软禁。他又把二儿子送到匈奴的单于庭，那个孩子不得不喝着腥膻的羊奶，住着漏风的帐篷，在马背上学习骑射，学着像狼一样嚎叫，名为贵客，实为扣押。试想一下，每当夜深人静，这位父亲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可能在想，我的大儿子今天有没有被汉朝的大臣嘲笑是蛮夷？我的二儿子有没有在匈奴的摔跤比赛里被打断肋骨？他甚至不敢太想念他们，因为在国家生存面前，亲情是最大的奢侈品。这2个孩子不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和2大帝国之间唯一的保险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折磨？你看着满屋的金银财宝，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繁华，但你知道这些都不是你的，这都是你拿儿子的自由换来的保护费。你是一个坐拥金山的乞丐，一个戴着王冠的囚徒。但是这种近乎自残式的两面下注，并没有换来长久的平安。因为政治博弈里有一个最残酷的规则，当墙头草，两边都会恨你。汉朝的皇帝觉得你不忠，我给了你那么多赏赐，你居然还敢跟匈奴眉来眼去。匈奴的单于觉得你不义，我没杀你全家就算客气了，你居然敢给汉朝人带路，局势开始失控了。匈奴人太不讲理了，他们不仅逼着楼兰王提供粮草，还强迫楼兰充当打手。在匈奴骑兵的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楼兰人不得不从命，他们劫杀了汉朝的使者，抢了汉朝的财物，这一笔笔血债都被记在了长安未央宫的小本子上。在汉昭帝看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不懂事，这是起脸输出，是对大汉天威的公然挑衅。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那是真的要见血的。楼兰王也感觉到了，那段时间他整夜的失眠，他看着宫殿里那些摇曳的烛火，总觉得阴影里藏着刀光。他知道大汉的耐心已经耗尽了，匈奴的贪婪也像无底洞一样填不满，他这根钢丝已经走到头了。他试图解释，试图求饶，试图再送点金银去长安打点，但他不知道，对于大国来说，解决麻烦最快的方式不是谈判，而是换人。在这个沙漠的深夜里，楼兰王听到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那不是商队的骆驼铃，那是死神的倒计时。一个叫傅介子的汉朝使者，已经带着一种只有老猎人非有的眼神，走进了楼兰的国境线。他没带大军，只带了金子和刀，他来收债了。公元前77年的那个冬天，楼兰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诡异的甜味，那不是花香，那是陷阱的味道。傅介子带着一种只有老猎人才有的眼神，走进了楼兰的国境线。他没有带千军万马，只带了几名随从和几口沉甸甸的大箱子。这几口箱子就是他为楼兰王精心准备的棺材。贪婪永远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毒药。傅介子太懂这个道理了，他并没有一上来就喊打喊杀，反而放出话去：我是大汉天子的特使，这次是专门来给西域诸国发赏钱的。皇帝说了，
以前的误会，既往不咎。谁听话，这金子就是谁的。这招太毒了。此时的楼兰王正处于极度的焦虑和财政危机之中，为了讨好匈奴，他掏空了国库；为了安抚国内贵族，他也急需一笔横财来收买人心。当那几箱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的黄金摆在他面前时，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了。他看着那些金饼，就像一个快渴死的人看到了一杯水，他顾不上水里有没有毒，他只想先喝下去。他心里甚至还存有一丝侥幸，汉朝毕竟是礼仪之邦，也许他们真的只是想用钱来买平安，也许我真的还能在两头再吃一次，这就是赌徒心理。当诱惑足够大时，人会自动屏蔽掉所有的风险提示。于是楼兰王做出了那个让他后悔终生的决定，设宴款待傅介子。那一晚的王帐灯火通明，外面是呼啸的北风，帐内是温暖的炭火，葡萄美酒像流水一样倒进夜光杯，胡姬的舞姿像蛇一样妖娆。楼兰王坐在主位上，脸色红润，眼神迷离。他一边和傅介子推杯换盏，一边还在试探汉朝的底线。而傅介子呢？这位大汉的特使脸上挂着最迷人、最无害的微笑，他不停地给楼兰王敬酒，嘴里说的全是天子恩德世代友好的漂亮话。他的眼神温和得像一只绵羊，但藏在袖子里的手却早已握紧了那把冰冷的匕首。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楼兰王喝高了，酒精麻痹了他的神经，也放大了他对黄金的渴望。他看着那一箱箱还没搬进库房的赏赐，笑得合不拢嘴。就在这个防备降到最低点的时刻，傅介子突然放下了酒杯，他身子前倾，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对楼兰王说：“大王，介意不说话？我这里还有几句天子的密语，事关重大，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这是一个致命的诱饵。”密语。楼兰王心头一热，难道还有更特殊的赏赐，或者是想跟我结成更秘密的同盟，联手对付匈奴？他那被酒精和贪欲烧昏的头脑根本没有思考这是不是陷阱，他甚至没有看一眼身边的侍卫，就挥了挥手示意左右退下，连舞女也被赶了出去。那一刻，巨大的王帐里只剩下他和傅介子以及2名看似憨厚的汉朝随从。帐篷外是呼啸的风声，帐篷内是死一般的寂静。这种寂静是暴风雨前最后的温柔。楼兰王把身子靠了过去，把耳朵凑到了傅介子的嘴边，他期待着听到一句承诺，一个秘密，或者一个关于权力的许诺。但他听到的是一声极其短促的拔刀声。那2名一直低着头的随从在这一瞬间突然暴起，他们不再是憨厚的仆人，而是2头露出了獠牙的野兽。他们的动作快得像沙漠里的闪电，没有任何多余的花哨，只有绝对的杀意。那是千锤百炼过的刺杀技巧，一把利刃从后背刺入，精准地穿透了心脏。楼兰王的瞳孔在那一瞬间猛地放大，他甚至还没来得及感觉到疼，只觉得胸口一凉，紧接着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他定在了地上。他手里的夜光杯脱手飞出，当啷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在寂静的王帐里炸响，紧接着是鲜血喷涌的声音。那殷红的血像喷泉一样溅了出来，洒在了还没吃完的烤羊腿上，洒在了那张昂贵的虎皮地毯上，也洒在了那一箱箱他梦寐以求的黄金上。黄金染血，这是多么讽刺的画面！刚才还在做着发财梦的国王，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瘫倒了下去。他的眼睛还睁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傅介子，眼神里充满了不可置信，仿佛在问：“你不是来送钱的吗？”傅介子站在血泊中，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冷冷地看着脚下的尸体，
就像看着一只被猎杀的黄羊。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快到连空气都还没来得及凝固。直到这时候，帐外的侍卫才听到动静冲进来。他们看到了一幅地狱般的景象，他们的王倒在血泊里，而那个汉朝使者正提着滴血的刀，像一尊杀神一样站在中央。哇！几十把弯刀同时出鞘，楼兰的武士们红了眼，就要扑上来把这几个人剁成肉泥。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只要有一个人动手，傅介子必死无疑。但傅介子没有退，他甚至没有举刀格挡，他只是猛地抬起头，眼神冷得像冰，用一种雷霆般的声音大声喝道：王负罪，天子遣我诸王，当更立王帝，汉兵方至，敢动者灭国。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们老大犯了死罪，我替天行道，把他宰了，他的弟弟马上就要回来当新王，汉朝的大军就在后面，谁敢动一下，我灭你们全族。这是一场豪赌，是纯粹的心理战。其实傅介子身后根本没有大军，他有的只是这无与伦比的气场和对人性的精准拿捏。他赌的就是这群人在失去首领后的那一瞬间的恐慌。结果他赌赢了，那些楼兰贵族和武士们被这一声暴喝镇住了。他们看着地上的尸体，又看着傅介子那杀气腾腾的眼神，再联想到汉朝那恐怖的军事实力，恐惧战胜了愤怒。他们握刀的手开始颤抖，腿开始发软，因为他们知道杀了傅介子容易，但如果汉朝大军真的来了，楼兰就真的完了。当啷，第一把刀掉在了地上，紧接着是第二把、第三把。这群刚才还想拼命的武士，一个个扑通跪了下来，额头贴在冰冷的地面上，瑟瑟发抖。傅介子看着这一幕，缓缓收起了刀。他知道，楼兰的脊梁骨在这一刻被彻底打断了。那一夜，楼兰没有反抗。傅介子割下了楼兰王的头颅，像打包一件行李一样挂在马鞍上。他带着这颗头颅大摇大摆地走出楼兰城，一路向东，去向汉朝皇帝复命。而楼兰这个曾经在夹缝中左右逢源的小国，在这个血腥的夜晚彻底失去了他的独立意志。汉朝立了楼兰王的弟弟，那个在长安做质子的魏图为新王，并且汉朝做了一个极其霸道的决定，把这个地方改个名字。从此地图上再也没有楼兰国，取而代之的是鄯善国。为什么要改名？这叫杀人诛心。那个拥有独立名字、拥有独立尊严的旧楼兰已经死了。从今天起，你必须听话，你必须彻底臣服，你必须成为大汉帝国最忠诚的看门狗。这场鸿门宴以黄金开始，以鲜血结束。他告诉了所有弱国一个残酷的真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谓的外交辞令和平衡术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把戏。当大国决定收网的时候，你连挣扎的资格都没有。然而，对于楼兰来说，这种被动的臣服并不是悲剧的结束，而是一种更漫长的慢性死亡的开始。因为汉朝为了控制这个咽喉，即将在这里开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开发，而这场开发将彻底透支这片土地最后的寿命。楼兰王的头颅被挂在了马鞍上，血迹干了，但事情还没完。对于大汉帝国来说，杀一个王容易，但要驯服一个国家很难。楼兰人骨子里是野的，他们习惯了在罗布泊的荒原上追逐水草，习惯了在两大帝国之间左右逢源。怎么才能彻底打断这根野性的脊梁骨？汉朝的政治家们想出了一招极其狠毒的招数，杀人诛心，改名。公元前77年，汉昭帝下了一道诏书，册封那个在长安做了多年质子的魏图为新王，但诏书里多了一句话：国更名为鄯善。请注意，
不是楼兰，是鄯善。从此，在这个星球的官方文件里，楼兰这个名字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听起来更加顺口、更加温顺，也更加汉化的名字。这不仅仅是一个代号的变更，这就好比一个人本来叫苍狼，突然被强行改名叫旺财，名字没了，那一股气也就泄了。那个曾经敢跟汉朝叫板、敢跟匈奴周旋的沙漠小霸王，彻底变成了大汉帝国西域版图上一个乖巧的郡县。新王位屠所就是最好的缩影。他虽然流着楼兰王族的血，但他的灵魂早就被长安的繁华给同化了。他穿着汉朝赐给他的丝绸官服，戴着高高的进贤冠，说着一口流利的官话。当他站在楼兰的土地上时，他其实是一个异乡人。他害怕，他比谁都清楚自己是怎么当上这个国王的，那是踩着亲哥哥的尸体上去的，那是引狼入室换来的。他看着那些跪在他脚下的楼兰贵族，总觉得他们的眼神里藏着刀子，所以他做了一个更狠的决定，上书给汉朝皇帝，说了一句极度卑微的话：我刚继位，人心不服，还有匈奴在旁边虎视眈眈，求陛下派一支汉军来给我撑腰，顺便把国都也迁了吧。这一招叫自毁长城。他不敢住在那个充满了家族记忆的老楼兰城了，他把国都迁到了一座新城，叫盖尼城。为什么选这儿？因为这儿离汉朝的驻军更近，更有安全感。随着国都的南迁，那个曾经喧嚣的楼兰古城地位瞬间降级，它不再是政治中心，只剩下一个单纯的功能交通枢纽。紧接着，为了保护这个枢纽，为了给过往的商队和军队提供粮食，汉朝开启了大规模的屯田。什么叫屯田？就是把生产建设兵团开进沙漠，成千上万的汉朝士兵带着中原最先进的铁犁牛耕技术，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罗布泊。那是一个极其壮观的场面。原本蜿蜒曲折的孔雀河被人工修筑的笔直渠道强行分流，原本长满红柳和骆驼刺的荒原被一把火烧光，开垦成了整整齐齐的方块田。原本随性而居的牧民被编入了户籍，拿起了锄头，开始像中原的农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乍一看，这是楼兰的黄金时代。史书记载，那时候的鄯善国仓埂充实，牛马成群。你看，灌溉系统有了，粮食产量翻了好几倍，治安好了，匈奴人不敢来抢劫了，商队更多了，因为路上有了汉军的烽火台保护，安全性大大提高。如果你穿越到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里简直就是沙漠里的江南。汉朝的官员在这里吟诗作赋，各国的商人在集市上把酒言欢。新王位屠死，坐在他那更安全的宫殿里，看着这蒸蒸日上的国力，也许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个英明的决定。但是这种繁华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塑料感，它不是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它是被植入进去的。它就像是一个体质虚弱的人，被强行注射了大量的兴奋剂，看着红光满面，其实内部已经乱了套。这种汉式繁华是建立在极高的资源消耗上的。以前楼兰人种地是靠天吃饭，河水流到哪儿就种到哪儿，种多少收多少，这叫顺应自然。现在汉朝人种地是人定胜天，不管你河水够不够，我必须保证这几千顷地的灌溉；不管你土地肥不肥，我必须保证这几万驻军的粮草。罗布泊的水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家产，以前只有楼兰这一个败家子在花，虽然也挥霍，但勉强还能维持收支平衡。现在突然来了几万个汉朝的精壮劳力，还要供养源源不断的使团和军队，这笔水账很快就出现了赤字。更可怕的是，这种被驯服的安逸让楼兰人失去了野性生存的能力，他们不再需要去研究风沙的规律，
因为有汉军修墙，他们不再需要去寻找水源；因为有官府修渠，他们变成了一群被圈养的绵羊。在这个过程中，楼兰的灵魂正在一点点死去。他们改了名字，换了发型，丢了语言。他们学会了汉朝的礼仪，却忘了怎么跟沙漠对话。这种精神阉割比肉体消灭更彻底，因为当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当汉朝因为内乱而自顾不暇，撤军的时候，这群已经习惯了被喂养的绵羊将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在狼群和荒原中生存。看着那一片片绿油油的麦田，你仿佛能听到大自然冷酷的倒计时声。每一粒饱满的麦穗都是用未来的水换来的，每一块整齐的方田都是在透支罗布泊的储蓄。这种依靠外力维持的违反自然规律的繁荣，就像那个改名叫鄯善的国家一样，注定是短命的。它是一朵插在瓶子里的鲜花，它看着娇艳欲滴，其实根已经断了。只要水一坏或者瓶子一碎，它就会迅速枯萎，烂得比野草还快。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瓶水是如何被耗干的。大自然这位最铁面无私的会计师已经拿起了红笔，准备在楼兰的账本上画下一个巨大的叉。那场著名的不可逆转的环境反噬开始了。如果说改名换姓是楼兰精神上的死亡，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他肉体上的癌变。这个癌变的名字叫繁华。没错，你没听错，在很多时候，繁华本身就是一种毒药，尤其是当这种繁华建立在一个脆弱到极点的生态系统上时。公元前77年以后，随着汉军的大规模入驻，楼兰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跃进。汉朝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农业黑科技坎儿井技术和大型水利工程。以前楼兰人种地是小打小闹，在河边随便挖个坑，撒点种子，能收多少全看老天爷心情。但汉朝人不一样，汉朝人信奉的是人定胜天。你看看当时的罗布泊，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工地，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劳工挥舞着铁铲，在荒原上挖出了像棋盘一样整齐的渠道。他们用木闸控制水流，用精准的坡度引水上山。孔雀河的水被强行分流到了原本根本流不到的戈壁滩上。结果呢，奇迹发生了。原本光秃秃的沙地长出了绿油油的麦苗，原本只能养活1万人的绿洲，现在粮食产量翻了3倍，足以养活3万人，甚至还能有多余的粮食卖给过往的商队。史书上得意洋洋地记载，田畴肥美，兵士足用。那一刻，所有人都觉得人类赢了，人类战胜了沙漠，战胜了干旱。楼兰王位图瑟看着满仓的粮食，笑得合不拢嘴。汉朝的官员看着这片新开垦的疆土，觉得这是大汉天威的胜利。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数学题。在湿润的中原，种出1斤麦子可能需要消耗1吨水，但在极度干燥、蒸发量是降水量几百倍的罗布泊，种出1斤麦子可能需要消耗100吨水。这多出来的99吨水去哪儿了？被太阳蒸发了，被干渴的沙土吸干了。汉朝的屯田技术确实让粮食产量翻倍了，但也让用水量翻了10倍。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生态透支。这就好比你只有一张额度1万块的信用卡，但你因为学会了分期付款，突然觉得自己是个100万富翁，开始疯狂的买。你觉得日子过得真爽，真繁华，但你忘了，这张卡是要还的，而且利息高得吓人。大自然这位最冷酷的银行家并没有立刻上门催债，相反，他表现得像当年的司马懿一样，特别能忍，特别能装。他看着人类截断河流，看着人类开垦荒地，他一声不吭。他甚至还配合你，让你的庄稼年年丰收，让你的胡杨林看起来依然茂盛。
但是在看不见的地下，在孔雀河的河床上，变化正在悄悄发生。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起初可能只是孔雀河的水位线每年下降了那么1指宽，没人注意，谁会盯着河岸上的泥巴看呢？大家都在忙着收割麦子。接着可能只是井里的水尝起来稍微有点咸了，没人当回事，稍微咸点怕什么？加点糖或者用来喂牲口不就行了？再然后可能只是城市边缘的几棵老胡杨树叶子黄的比往年早了几天，没人在乎，几棵树而已，沙漠里死几棵树不是很正常吗？大家都沉浸在盛世的幻觉里，楼兰的集市依然喧嚣，舞女依然在旋转，官员们依然在统计着今年又增产了多少粮食。他们不知道，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进行最后的脱水。这就像是一个母亲，孔雀河就是楼兰的母亲。本来她的乳汁只够喂养楼兰这一个孩子，虽然孩子长得瘦点，但母子俩相依为命，日子也能过下去。现在突然来了一群强壮的继子，他们胃口极大，拼命地吮吸。母亲没有说话，她默默地把自己的血肉化作乳汁喂养这一大家子人。她越来越瘦，越来越干瘪，她的血管开始枯竭，她的皮肤开始皲裂。但那群吃得满嘴流油的孩子们根本没有抬头看一眼母亲的脸色，他们只顾着庆祝自己长胖了，长高了。直到有一天，母亲实在挤不出一滴奶了。直到有一天，水位线降到了临界点以下。这个临界点就是大自然给楼兰设定的死线。一旦过了这条线，灾难就不是线性的了，而是指数级的，这叫环境反噬。最先倒霉的不是人，是地。因为大量饮用河水灌溉，水分迅速蒸发，土壤里的盐分被带到了地表，土地开始盐碱化，原本肥沃的麦田表面泛起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像是一层死人的皮肤。麦苗开始大片大片的枯死，就像被火烧过一样。接着是下游的水量急剧减少，罗布泊的湖面开始收缩，原本在湖边栖息的水鸟飞走了，原本在芦苇荡里出没的野猪不见了。这时候楼兰人才开始慌了，他们发现不管怎么挖井，挖出来的水都是苦的，不管怎么祈求，河里的水就是不涨。大自然要收债了，而且他不要钱，他要命。他要收回这几十年来人类从他这里透支的所有繁华，连本带利。可是这个时候才发现已经太晚了，因为生态系统一旦崩溃，就是不可逆的。就像一个人的肾衰竭了，你再怎么给他输血，他也活不过来了。看着那一片片因为盐碱化而废弃的农田，看着那一天天干涸的河床，楼兰人终于感到了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比面对匈奴的骑兵更让人绝望，因为面对骑兵，你还可以投降，还可以纳贡，但面对发怒的大自然，你连跪下来求饶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说楼兰的毁灭是一场谋杀，那么之前的匈奴、汉朝，甚至那些贪婪的商人和砍树的士兵，都只是递刀子的人。真正的主谋是谁？真正的行刑者是谁？是楼兰的母亲罗布泊。在这一章，我们要讲一个有点恐怖但又绝对科学的地理知识。这个知识点就是楼兰之死的终极答案。你知道吗？罗布泊不是一个死水潭，它是一个活的湖。在地理学界，它有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绰号，叫游移湖。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湖像是一个长了脚的幽灵，它会在塔里木盆地这个巨大的澡盆里来回游荡。它今天在这里，明天可能就跑到了200公里以外。对于住在这个澡盆底部的楼兰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你可以把楼兰想象成一个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这个病人全身插满了管子维持着他的生命，其中最粗、
最关键的那根氧气管，就是楼兰的母亲河塔里木河及其下游孔雀河。这条河是楼兰唯一的活路，它从遥远的天山流下来，穿过几千里的沙漠，把救命的水送到楼兰，汇聚成罗布泊。但是这条河有一个致命的毛病，脾气极差且极不稳定。因为塔里木河是一条典型的多沙河流，它流经的地方全是松软的沙土，河水里带着大量的泥沙。这就好比这根氧气管里流的不是纯氧，而是混着泥浆的血。时间久了，这些泥沙会在河床上慢慢沉积，1年积1寸，10年积1尺，慢慢的，河床被抬高了。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物理现象的上河。河水在天上流，人在低处走。这时候只要稍微遇到一点外力，比如一场暴雨、一次地震，或者仅仅是因为河床实在太高了，水流不动了，大自然就会启动它的自我修整程序，河水会本能地寻找更低的地方流去。于是，在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夜晚，塔里木河的河堤崩了。这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洪水泛滥，淹没一切。在沙漠里，改道意味着背叛。河水轰隆一声冲破了原本的河道，像一条发狂的巨龙调转了头，向着另一个方向奔腾而去。对于新流经的地方来说，这是天降甘霖；但对于被抛弃的下游，也就是楼兰来说，这是被拔掉了氧气管。这个过程不是瞬间完成的，但也绝对快得让人绝望。起初，楼兰人可能只是发现孔雀河的水流变细了，原本能行船的大河变成了潺潺的小溪，以前能灌溉500亩地，现在只能灌溉300亩。接着，水开始变咸了，这是最致命的信号，因为淡水不注入，原本湖里的水在烈日下疯狂蒸发，盐分浓度急剧升高。刚开始人还能喝，后来只能喂牲口，最后连牲口喝了都会拉肚子。湖里的鱼开始成片成片的翻白肚，飘在水面上，发出腐烂的臭味。再然后，周围的胡杨林开始成片成片的枯死，那些曾经像卫士一样守护着城市的绿色屏障，变成了狰狞的枯木，树皮剥落，露出惨白的树干，像是一根根白骨直指苍天。这时候楼兰人才开始真正的慌了，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尝试自救。史书和传说里记载了无数次悲壮的努力，楼兰王为屠死动员了全城的老百姓，男人们拿着铁锹，女人们背着土筐，发疯一样的去清淤，去挖新的水渠，试图把逃跑的河水给抓回来。他们甚至杀掉了最珍贵的白马和黑牛，在干涸的河床上举行盛大的祭祀。巫师们跳着舞向老天爷磕头，把额头都磕破了，求河水回来。但是大自然是听不懂人类语言的，它不讲感情，不讲政治，不讲怜悯，它只遵循最冰冷的物理定律——重力、流体力学、泥沙沉积率，水往低处流，这是天条。既然原来的河床已经被泥沙堵死了，既然旁边有更低的地方，水为什么要回来？当最后一次挖渠失败后，当祭祀的鲜血干涸在沙子里后，楼兰人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里已经被神抛弃了。这不是政治斗争。如果是汉朝要打你，你可以投降，可以纳贡，可以送质子；如果是匈奴要抢你，你可以躲进城墙，可以坚壁清野。但这是地理的审判，这是一场终审判决，不接受任何上诉，也不接受任何贿赂。那个曾经滋养他们的母亲湖，已经收拾好行李，冷酷地转身离去，去滋养另一片荒原了。他带走了所有的水，所有的鱼，所有的希望，只留下楼兰这个被吸干了乳汁的孩子，在干渴中等待死亡。这种被大自然抛弃的孤独感，比被千军万马包围
更让人心寒，因为面对敌人，你还可以拼命；面对离开的水，你连拼命的对象都没有，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流走，就像看着你身体里的血在流光。在这一章的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眼那个行刑后的现场。随着湖水的退去，罗布泊露出了它狰狞的湖底，那不是泥土，那是厚厚的一层盐壳，白花花的像雪一样，无边无际。这种盐壳极其坚硬，像石头一样寸草不生。如果你从卫星上看现在的罗布泊，你会发现它像一只巨大的耳朵，那就是著名的地球之耳。这一圈圈的纹路，就是湖水一次次干涸又一次次收缩留下的痕迹。它像一只耳朵贴在地球表面，静静地听着风声。它听到了楼兰人的哭声，听到了祈祷声，也听到了最后关门的吱呀声，但它始终一言不发。这就是地理的冷酷，它创造了文明，也可以随时收回文明。对于罗布泊来说，楼兰的几百年繁华不过是他漫长地质岁月里一次短暂的打盹而已。现在氧气管拔掉了，病人还在大口喘气，但这已经是最后的挣扎了。既然水不肯回来，人只能走。一场没有目击者、没有记录，甚至没有终点的大撤退即将开始。在公元4世纪中叶的某一个清晨，楼兰城接到了一道最后的命令。这道命令没有写在史书上，但它一定比任何圣旨都沉重。命令的内容很简单，只有2个字：撤离。这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决定，而是一种确认。因为水井已经打不出水了，官仓里的粮食也见底了，再不走，全城的人都要变成干尸。现在请闭上眼睛，把自己带入到一个楼兰人的身体里，想象一下，你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一辈子，你的爷爷埋在城外的胡杨林里，你的儿子是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这面墙是你亲手砌的，那棵枣树是你亲手种的。现在官府告诉你，扔掉这一切，马上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比杀了你还难受，这叫连根拔起。于是，一场历史上最悲壮也最无奈的断舍离开始了。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纠结的一个上午，每家每户都在做着残酷的选择题，带什么，留下什么。摆在天平两端的一头是生存，一头是生活。生存说，带上水，带上干粮，带上种子。生活说，带上那张结婚时的婚床吧，带上那个祖传的大陶罐吧，带上那卷还没读完的佛经吧。但在死亡的威胁面前，生活必须让路。看着那些曾经视若珍宝的家具、漆器、丝绸，此刻都变成了累赘。父亲含着泪把那张笨重的婚床劈了，只带走了几块轻便的木板当柴火。母亲抚摸着那个大陶罐，那是她用了几十年的老物件，最后只能把它放在墙角，在里面装满沙子，防止被风吹倒。最让人心碎的是那些文书。如果你是当地的官员，看着架子上那些堆积如山的公文档案、户籍册，带走吗？太沉了，骆驼背不动。烧了吗？舍不得，万一以后还有用呢。于是你做了一个决定，把它们整整齐齐的码放好，或者埋在墙角里。你心里想的是，先放这儿吧，等以后回来了再处理。正是因为这个决定，才有了1600年后斯坦因的狂喜。那些被留下的纸片成了楼兰最后的存档。但是人总是有私心的，有些东西即使再重，也舍不得扔，那就是金银财宝，那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家底呀，带不走怎么办？埋了。在那个清晨，楼兰城的无数个院子里都在进行着同样的动作，挖坑。人们把金币、银饰、铜钱小心翼翼地装进罐子里，埋在枣树下，埋在灶台旁，填好土，采石，再撒上一层干沙伪装好。楼兰人埋下宝藏时想的是，
我只是出去躲一躲，等明年河水来了，等风沙停了，我还会回来的。这些东西先存在这儿，谁也拿不走。这是一种侥幸的自我欺骗，是人类在面对无法承受的绝望时给自己打的一针麻醉剂。因为如果不这么想，他们根本迈不开离开的那一步。只有相信还会回来，他们才有勇气走出家门。那是怎样的一个场面呀！没有号角，没有战鼓，只有车轮碾过沙地的吱呀声和偶尔传来的婴儿的啼哭。长长的队伍像一条疲惫的长蛇，缓缓爬出了城门。队伍里有坐着牛车的老人，有一步三回头的妇女，有眼神迷茫的孩子。他们身上背着仅剩的口粮，水壶里装着最后一点浑浊的井水。当最后一个人走出城门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被时间定格了。他回过头看了一眼这座空城，街道依然笔直，房屋依然耸立，佛塔上的风铃还在响，一切都好好的，只是没有人了。他叹了一口气，转过身，用力地关上了那扇厚重的木门。然后为了保险起见，他甚至还挂上了门栓，或者用几块大石头顶住了门。他想的是，把门锁好，别让野兽进去糟蹋了东西，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家还得是家的样子。那一刻，风沙很大，迷住了他的眼睛。他不知道，也幸亏他不知道，这一扇门关上之后，就再也没有打开过。那个他以为的明年春天，永远没有到来。那个他以为的暂时躲避，变成了永久的流亡。那个他埋在院子里的宝藏，成了后世盗墓贼眼里的肥肉。那份被他整理好的文书，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这就好比你出门上班，跟家人说了一句晚上见，结果那一面就是永别。楼兰人甚至没有机会好好告别，他们带着回家的幻觉，走进了茫茫的荒原，走进了被遗忘的历史。队伍渐渐走远了，风沙很快就掩盖了他们的脚印。这支庞大的流亡队伍，大部分人可能倒在了半路上，变成了路边的白骨，少部分人逃到了更南边的绿洲，隐姓埋名，成了别人的附庸。而楼兰城就这样被孤零零地留在了身后。那一刻，城门关上了。那一刻，最后一只狗也跟着主人走了。那一刻，这座喧嚣了500年的城市彻底按下了停止键。这种安静一直持续了1600年。它就像一个被主人遗弃在荒野里的玩具，保持着最后一次玩耍时的姿势，静静地等待着腐烂。直到1900年，那个叫奥尔德克的向导为了找一把铁铲，再一次推开了这扇门。当他看到满地的宝藏和文书时，他以为自己发现了奇迹。其实他发现的是一场并没有赴约的重逢。公元1901年，也就是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后的第2年，另一位更狠的角色登场了。他叫马尔克·奥雷尔·斯坦因。如果说斯文·赫定是那个撞大运的闯入者，那么斯坦因就是那个精心策划的收割者。斯坦因是个很复杂的人，他在欧洲学术界是大名鼎鼎的学者，被誉为探险界的拿破仑。但在中国学者的眼里，他是个穿着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强盗。他来到楼兰的时候，装备极其精良。他雇佣了大量的当地民工，带着最专业的测量工具，把这片废墟当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矿场来开采。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几百个拿着铁锹的工人在斯坦因的指挥下疯狂挖掘，尘土飞扬。原本沉睡了1600年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一箱箱的木简，一卷卷的文书，一块块精美的壁画，被粗暴地从沙子里拽出来，装进了贴着英国标签的木箱里。甚至连那些已经干枯的胡杨木柱子，只要上面有雕花，斯坦因都不放过。他就像一个进了自助餐厅的恶鬼，
恨不得把盘子都端走。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那是中国最积贫积弱的时候，清政府连北京都守不住，更别提这万里之外的罗布泊了。楼兰就像一个无助的孤儿，任由这个外来的监护人把家里的家底搬空。但是历史往往充满了悖论，正是因为斯坦因的这次搬迁，楼兰的很多文物才幸存了下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当地的牧民不懂文物，他们挖到写有字的木简，觉得这是上好的引火柴，随手就烧了；挖到织锦，觉得这是死人的东西不吉利，随手就撕了。而斯坦因带走的那些东西，虽然流落到了大英博物馆，虽然成了别国炫耀的资本，但至少他们被恒温恒湿地保存了下来，躲过了后来更疯狂的战乱和破坏。这就好比一个人贩子拐走了一个孩子，这当然是犯罪，是不可饶恕的。但如果这个孩子本来快要冻死在街头了，人贩子却给了他一口饭吃，让他活了下来，你说这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就像我们评价司马懿一样，有人说他是篡位的奸臣，偷走了曹家的天下，也有人说他是结束乱世的能臣，给了百姓一个统一的晋朝。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是一道精致的灰。斯坦因在日记里写道，面对这些沉睡千年的宝藏，我感到的不是占有的快感，而是一种巨大的责任。如果我不带走他们，沙漠和无知将会吞噬他们。这是强盗的逻辑，还是学者的良知？也许两者都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楼兰的魂魄被硬生生地撕成了两半，一半留在了这片死寂的荒原，那是他的肉身，是那些带不走的断壁残垣；另一半被装进了木箱，漂洋过海去了伦敦，那是他的记忆，是那些写满了文字的纸片。斯坦因带走的那堆纸片里有一份极其特殊的文件，它不像别的公文那样板正，也不像别的信件那样完整，它是一团被揉皱了的废纸，但这团废纸却是楼兰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张心电图，它就是著名的李白文书。请注意，这个李白不是写床前明月光的诗人李白，他是西域长史，也就是当时这里最高的行政长官。这封信写于公元328年左右，那时候楼兰已经改名叫海头了。这是一份没有发出去的草稿，是写给燕赧国王的。让我们透过这潦草的字迹去读一读这位将军当时的心情。信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现在局势很乱，我很想去拜访大王您，但是路途不通，而且我这边事务缠身，实在是走不开。你看，满纸都是客套话，但是如果你把这封信放在显微镜下，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你会读出一种深深的恐惧和无力感。那时候，中原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西域也失去了中央政府的书写。李白作为一个被遗忘在边疆的汉朝官员，他手里没兵，库里没粮，他不仅要面对虎视眈眈的敌人，还要面对日益干涸的河水。他为什么要给燕王写信？因为他害怕了。燕是当时西域的另一个强国。李白这封信表面上是叙旧，实际上是在试探，甚至是在求救。最让人玩味的是，这是一份草稿，上面有很多涂改的痕迹，有的字写了又划掉，有的句子改了好几遍。这种涂改把你带回到了那个烛光摇曳的夜晚。你可以想象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将军坐在空荡荡的官署里，窗外是漫天的风沙，桌上是写废了的纸团。他提起笔，想写出大汉的威严，但他知道大汉已经没了。他想写出强硬的命令，但他知道自己手里已经没有底牌了。他只能写这种软绵绵的、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试图在各个势力之间寻找一丝生存的缝隙。
这封信最后为什么没发出去？也许是他觉得写得不够体面，也许是送信的人跑了，又或者在他还没来得及发出这封信的时候，灾难就已经降临了。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在这封李柏文书之后，楼兰的历史记录就彻底断更了。它就像是飞机坠毁前最后一段黑匣子录音，录音里没有爆炸声，只有飞行员略显慌乱的喘息声和不知所措的按键声，然后就是死一样的寂静，这一静就是1600年。李柏将军后来去了哪里？是死在了任上，还是带着残部逃回了中原？没人知道。他和他那个时代，就像这团被揉皱的纸一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再也没人提起。看着这封文书，你会明白一个道理：历史的转折点往往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它不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不是一次宏大的登基大典，它可能就是一封没寄出的信，一个没打通的电话，或者一次没赶上的末班车。正是这封没寄出的信，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之后，楼兰彻底失去了与世界的联系。它不再是丝路咽喉，不再是黄金之城，它成了一个被遗忘的沙包。斯坦因带走了这封信，把它放在了博物馆的玻璃柜里。如今，当我们隔着玻璃凝视这几行潦草的墨迹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书法，而是一个人在绝境中的挣扎。那是楼兰最后的喘息，是文明在面对野蛮和荒芜时最无力的告别。此时此刻，如果把时间的刻度拉长，你会发现罗布泊就像一个性格极端的演员，他在历史的舞台上总是扮演着最极端的角色。公元前，他是西域粮仓，水草丰美，万商云集；公元后，他是死亡之海，寸草不生，飞鸟绝迹。到了现代，他摇身一变，成了人类最暴力的练兵场。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在这个曾经让楼兰人绝望干渴的荒原上，腾起了一朵巨大的、令人战栗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爆炸成功，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几千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死去，因为脆弱的生态无法承载人类的欲望而毁灭。几千年后，人类带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毁灭力量和武器，重新回到了这里。这一次，我们不再是来种地的，不再是来做生意的，甚至不是来探险的，我们是来炸的。那声巨响震碎了罗布泊1000年的寂静。那一刻，已经干涸成地球之耳的罗布泊听到了什么？他听到的不再是驼铃，不再是风声，而是人类试图掌握太阳能量的咆哮。这简直是一部浓缩的人类简史。我们从自然中走来，利用自然，被自然反噬，最后试图用最极端的物理手段来证明自己拥有毁灭自然，或者说毁灭世界的能力。但是这真的是胜利吗？当那朵蘑菇云散去，留下的只有更加死寂的戈壁和辐射超标的弹坑。罗布泊依然是那个罗布泊，它没有因为核爆而变得湿润，也没有因为人类的科技而恢复生机。它只是冷冷地看着人类在这里折腾，像看着一群顽皮的孩子在沙滩上玩火。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终点。时间来到21世纪，罗布泊又换了一张面孔。现在的罗布泊不再是军事禁区，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厂，因为地质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钾盐矿。什么是钾盐？简单说，就是化肥的原料。这简直是一个黑色的幽默。当年的楼兰人因为过度开垦透支地力，导致土地盐碱化，最终饿死，渴死在盐碱地上。现在的我们开着巨大的采掘机轰隆隆地开进这片死亡之地，把那些曾经杀死楼兰人的盐挖出来运走，变成肥料去滋养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庄稼。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轮回。死去的楼兰变成了滋养现代农业的养料，我们在干透了的尸体上挖掘新的生命。但是看着那连绵不断的运盐卡车，看着那工业化的采卤船在卤水渠里作业，你很难不生出一种荒谬感。当年的楼兰人以为修了水渠就能锁住孔雀河，以为有了水就能永远繁华。现在的我们以为有了采掘机就能榨干罗布泊的剩余价值，以为有了化肥就能永远丰收。这两种想法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这叫人类的狂妄。我们总以为自己进化了，我们从拿斧头变成了拿手机，从骑骆驼变成了开越野车。但在大自然眼里，我们和3800年前那个在湖边梳头的楼兰姑娘，或者和那个在王帐里喝醉的楼兰王，没有任何区别。我们依然在跟自然博弈，而且我们总觉得自己又赢了半次。我们觉得原子弹威力大，我们觉得挖矿机效率高，殊不知，在时间的尺度上，大自然才是那个唯一的、永远的庄稼汉。他不需要出牌，他只需要等待。他等了楼兰1000年，楼兰没了；他等了原子弹几十年，辐射散了；他再等钾盐矿几百年，矿也会挖完的。到时候，机械会生锈，工厂会倒塌，公路会被沙子掩埋，风沙一来，一切都会被抹平，就像他当年抹平楼兰古城一样。现在的罗布泊依然在游移。地质学家告诉我们，也许再过几千年，随着气候的周期性变化，这里可能会再次变得湿润。也许有一天，罗布泊会重新变成一片汪洋大海，到时候可能又会有一群新的人类或者别的什么生物来到这里。他们会看着我们留下的矿坑、废弃的卡车、生锈的铁架，感叹道：哇，这里曾经有一个多么发达的文明啊！然后他们会在这里建立新的楼兰，然后重复那个关于繁华、贪婪、枯竭和消失的老故事。这就是现代启示录。楼兰的命运不仅仅是属于古代的，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贪婪和恐惧。我们都是楼兰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资源有限的绿洲上，我们都在拼命地透支明天，来换取今天的繁华。我们都以为自己能逃脱那个断水的结局，但是看着这片沉默的无人区，你会明白，在自然面前，没有幸存者，只有迟到者。故事讲到这里，所有的愤怒、惋惜、狂妄，似乎都失去了意义。面对这样宏大的时间尺度，人类那点折腾，连一粒沙子落下的声音都算不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是绝望吗？是放弃吗？不，我们将不再讨论生死，不再讨论对错。我们将在这片星空下，和楼兰、和罗布泊、和所有的过去达成一次和解。因为只有和解，才能获得真正的平静，而平静是今晚我们能给你的最好的礼物。外面的夜色应该已经很深了吧？刚刚我们跨越了4000年，走了几千里，我们见过了楼兰的美女，听过了集市的喧嚣，也闻过了战场的血腥。这些画面可能还在你的脑海里打转，让你觉得心里沉甸甸的。但现在，请把它们都放下，轻轻地把它们像放下行囊一样放在路边。因为此刻，我们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我们只是夜晚的孩子。让我们把镜头从那厚重的史书上移开，拉回到此时此刻，拉回到这片真实的、安静的罗布泊。想象一下，你就躺在罗布泊那片柔软的沙丘上，沙子吸饱了白天的阳光，现在正散发着温热的气息，暖烘烘地拖着你的背，拖着你的腰，拖着你的腿。你陷在沙子里，很安全，很踏实。耳边只有风声，那不是恐怖的风声，那是地球的呼吸声，它有着一种古老而稳定的节奏。
跟着这个节奏调整你的呼吸，把身体里那些紧绷的神经一根一根的松开，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一个一个的交给风，让这阵风带着你的思绪飘向那片无垠的旷野，飘过沉睡的胡杨林，飘过安静的古城墙，飘向那条流向星空的银河。你是自由的，你是轻盈的，你是宁静的。楼兰睡了，历史睡了，这片大地上的万物都睡了，你也该睡了。在这温柔的凉夜里，做一个关于永恒的梦。晚安，好梦。